陋室铭，刘禹锡，唐代。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篇铭文，表达了作者安贫乐道、崇尚品德的生活态度和高洁情操。这篇文章运用了对仗、比喻和典故等修辞手法，层层递进地表达了陋室不陋在于主人品德高尚的中心思想，展现了作者安贫乐道、志存高远的精神境界。文章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开篇。山不一定要高，有神仙居住便会闻名；水不一定要深，有龙栖息就会显得灵气。这两句以对仗工整的句式表达了环境本身的优劣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中是否有卓越的人物或独特的价值。没后文做铺垫，接着意思是陋室，惟吾德馨，衔接。这虽是件简陋的房子，但因我的品德高尚而闻名。这句是全文的核心思想，直接点明主题，强调自身品德才是陋室生辉的关键。随后通过生动的景物描写，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两句描绘了一幅宁静优雅的景象。台阶上长满青苔，透过帘子可以看到青葱的草色，表明居住环境虽简朴，但充满自然的生机与清新之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这里的都是博学之士，没有学问的人，表现了主人交友的高雅和生活圈层的纯粹，突出了其精神境界。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可以弹普通的琴，研读经典书籍，没有喧闹的音乐扰乱耳朵，也没有繁杂的宫门劳累身心，表现了主人高雅清淡的生活情趣，强调即使身处陋室也能自得其乐。生活虽简单，但充满雅趣，表现出清静悠闲的理想生活。最后通过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借用历史上两位著名隐士的典故烘托意境，暗示自己的陋室虽小，却可与他们的居所相媲美，进一步提升了陋室的精神价值，表明简陋之地亦可成为闲适隐居之所，并以孔子的何陋之有做结束，强调只要品德高尚，陋室便不陋。全文戛然而止，意味深长。主旨陋室铭以简练的笔触，表达了作者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情怀，同时也讽刺了世俗对居所奢华的追求，展现出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字里乾坤，北京鼓楼西侧有一条幽静的老胡同，狭窄幽静，古老的四合院隐约可见，街道两旁是青砖灰瓦的传统建筑。胡同深处藏着一间不大的书斋，名曰字里乾坤。
书斋主人林锡川，家族世代以书香传家。曾祖父林守一是清末著名书法家，祖父林望清是民国时期的大学者，父亲林正言则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古文字学者。林锡川自幼在这座四合院中长大，听着祖父吟诵古籍，临摹着父亲留下的碑帖。书斋内光线柔和，书架上堆满了古籍，墙上挂着楹联与古代字画，阳光透过窗子洒在书架上，让整个书斋显得宁静而有书香气息。林锡川坐在书桌前，手中拿着一卷古书，他专注地翻阅着书页，眉头微微皱起，眼神中透露出对家族文化的责任和对未来的忧虑。林锡川来到书斋小院，门前的石碑铭文清晰可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曾祖父常挂在嘴边的话，祖父用它告诫父亲，父亲又传给了林锡川。傍晚，心事重重的林锡川走在胡同巷口，夕阳余晖洒在街道上，温暖的橙色光线与胡同深处的阴影交织。几位行人匆匆而过，远处现代化高楼大厦与传统建筑相互交织，形成鲜明对比。他意识到，书斋将面临的改变或许是不可逆的，因为这座书香世家的精神家园正面临一场巨变。京城最具影响力的地产集团恒泰置业计划在鼓楼一带打造现代商业街区，字里乾坤所在的胡同在拆迁范围之内。午后阳光穿透胡同，光影交错，空气微尘浮动。在鼓楼一家中式茶馆，恒泰置业的代表再次找到林锡川。林先生，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已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愿意在商业区内为您提供一处更大的文化空间。林锡川平静地看着对方，面对这番好意，淡然一笑。书斋不在大小，惟吾德馨。回到书斋，柔和的阳光斜照，院内影壁上的字迹显得更有层次感。林锡川的手轻轻抚过石刻，眉宇间流露出对先贤智慧的敬仰。影壁上雕刻着《道德经》中的片段，雕刻古朴深远，字迹因岁月打磨略显模糊，石材缝隙间嵌着岁月的青苔。他想起祖父曾在此讲解老子的哲理，如今这片刻字仍在，而守护他的人已做出抉择。书斋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传承之地，不仅是书籍的藏地，更是一座微缩的文化殿堂。黄昏时分，夕阳洒落，屋檐下明代风格的斗拱层叠交错，手工雕琢的莲花纹饰仍清晰可见。窗棂间透出书斋内微黄的烛光，这是珍贵的历史文化的沉淀。它沉静庄重，无声地传承着岁月的厚重感。微风拂过，几片落叶缓缓飘落。书斋门侧的石碑上，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八字，书法苍劲有力，字迹间渗透着岁月的静谧。林锡川神色深远，嘴角微微抿起，眼中透着敬仰与思索。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祖父林望清的手迹。他知道祖父留下的
不仅是字迹，更是一种精神。他明白变革已至，但他也坚信文化不仅仅属于过去，更应在未来找到新的归属。书斋不仅是一个存书之地，更是文化的归宿。午后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落，光影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书斋内，木质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古籍，书案上铺着宣纸，几位学者围坐讨论着汉字文化。墙上挂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对联，烛光映照着古朴的木梁。教授们身着深色中式对襟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一位外国学者穿着素色衬衫，神情专注，透着敬仰之色。教授们神采奕奕地沉浸在这场文化交流中，共同研习东方文字的智慧，感受到汉字的深厚底蕴和魅力。书斋的另一间内，老匠人坐在木案前，穿着米白色对襟布衣，袖口微卷，花白的发丝扎在脑后，面容沉静专注，眉宇间透着匠心独具的执着与敬畏。他手握刻刀，在一块红木匾额上雕刻篆书，雕花木屑洒落。桌上摆放着半成品的匾额和古旧刻刀，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匠人的手掌，指尖粗糙，布满岁月的痕迹。他心中默念着古训，雕刻的不仅是字，更是传统优秀文化的延续。无论是海内外学者的交流，还是老匠人的沉浸，这里仿佛是喧嚣世界的一方净土，时间在这里沉淀，缓缓流淌。书斋厅堂的木梁上刻着乾隆年间的墨迹，字迹清晰，古拙有力。飞檐上的斗拱雕刻精美，历经100年仍然稳固。黄昏的余晖透过窗棂洒落，木梁上的墨迹泛着淡淡的光泽。林锡川站在匾额下，回想起自商业街区计划以来的各种声音。如果这里没了，我们去哪儿？是啊，这里不仅仅是书斋，它是我们的精神归属。透过这些遗存，可以感受到书斋承载的历史与匠人精神，这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文化。一日，林锡川在打扫藏书阁时，在房梁不易被关注的角落发现一个暗格。他隐隐感到这布满灰尘的油纸包也许藏着这个书斋的秘密。第2天，林锡川找来古籍专家来到书斋。当这位老学者看到古籍的内容时，眼中闪烁着惊叹与敬畏，手指微微颤抖，仿佛触碰到历史的脉搏。原来，这座书斋的建筑本身竟是一处隐藏的文化遗产。屋内梁柱上刻着乾隆年间的墨迹，屋檐上的飞檐斗拱乃是明代匠人手工打造，而那个油纸包里面竟是一卷《永乐大典》纂本，这让古籍专家和他的助手们惊叹不已。这不仅是一本古籍，更是一座书斋的文化见证。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守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副对联挂在书斋厅堂，记载着林家世代传承的精神。然而，地产集团的拆迁计划仍未停止。第2天一早，老胡同的通告栏上，一则关于地产集团
恒泰置业的拆迁通告张贴了出来。1个月后，这片老胡同将要拆迁改造，周围聚集着胡同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街坊邻居，他们有人欣喜，有人摇头，有人深思，神色各异。与此同时，关于书斋的升级发现也在紧张地进行着。随着古籍的发现，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份清代古器。原来书斋所在的宅院乃是晚清书法大家赠与门生的文化传承之地，历史价值极高。经过多方沟通验证，终于证明古籍与古器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夜晚昏黄的灯光下，书斋一角的木柜被缓缓拉开，泛黄的纸卷静静躺在层叠的古籍之间，边缘微微卷曲，印章暗红犹存。林西川身着素色中式长衫，袖口微卷，双手小心翼翼地翻开契约，指尖微微颤动。他意识到，这不仅是纸上的契约，更是书斋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书斋院内，几位古建筑专家与非遗传承人围在木桌旁，桌上摊开古器与四合院建筑图纸，晨光微熹，阳光透过青砖灰瓦间隙洒落，映照出众人凝重的神情。每个人都意识到，这座书斋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传统技艺的活化载体，必须保住它。多位古建筑专家、非遗传承人纷纷发声指出，字里乾坤书斋不仅承载着古代哲思与汉字文化的传承，还保留了极具代表性的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其梁架结构、砖雕技艺、木刻窗棂，皆是传统工艺的杰作。这一发现成为舆论风暴的导火索。咖啡馆、地铁站、书店里，人们盯着手机或电脑屏幕，有人神情激动，手指飞快地敲击手机屏幕；有人皱眉思索，若有所悟；有人默默转发新闻，目光坚定。社交媒体上关于字里乾坤书斋的热议铺天盖地，新闻推送、短视频讨论、评论区里观点交锋。有人说新老更替是社会的发展必然，有人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们不能忘记历史。有人说怎么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周末一定要去打卡。这一刻，文化保护不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经过史学专家、建筑专家与非遗传承保护组织的严谨验证，北京市政府最终宣布，字里乾坤书斋及其所在胡同列为文化保护区，永久保留，并成立北京古建与文化传承中心，专门用于研究与推广传统建筑与文化。台下众人神情专注，现场气氛严谨而振奋。整个发布会向全社会网络直播。傍晚时分，书斋门前，古老的木门静静矗立，楹联上的字迹在夕阳余晖下泛着温润光泽。胡同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气息，落日余晖洒在青砖灰瓦上，微风轻拂树叶，空气中带着一丝秋日的宁静。一位长者目光深邃地望向书斋远方，带着一丝释然。这是恒泰置业企业家沈燕，他站在书斋门前久久不语。就在发布会结束时，秘书无不遗憾地对他说：“沈总，
我们的开发计划落空了。他略有深思后，缓缓摇头。不，真正的价值不是钢筋水泥，而是文化的根。最终，恒泰置业决定以另一种方式支持文化保护。他们出资修缮胡同里其他濒临损毁的老宅，聘请古建专家、书法大家共同参与，使这条街区成为一个真正的活态文化馆。作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从商业角度到文化觉醒，他终于理解，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商业利益，而在于历史的传承。多年后，字里乾坤成为京城文化地标，依旧书香满溢。午后阳光洒在青砖灰瓦的书斋院落中，游客络绎不绝。院中匠人正用刻刀雕琢砖雕，学者在厅堂前讲解古汉字的演变，孩子们坐在木桌旁，手持毛笔，认真临摹碑帖，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书斋不仅存续了文化，还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真正的活态文化馆。一位年轻人好奇地问：“这间书斋这么小，真的那么重要？”已是白发苍苍的林西川轻轻一笑，指了指院中石碑上的铭文，缓缓道：“河漏之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河漏之友。”关于这首铭文，你有什么感悟呢？